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我是董事乔，向全球各地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问好，大家平安顺心哦。我们这集有4位来宾的监场阵容，马上介绍他们出场。第一位是前立委蔡正元，乔哥好，大家好。第二位国际形势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好，我们今天很荣幸有邀请到4大天王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深入浅出带观众朋友看懂现在中东情势的最新发展。好，我们第一个话题要讲的是以色列过往非常引以为傲，他们的防空网铁穹现在要挡不住伊朗的复仇烈焰了吗？怎么回事？因为就在以色列宣布呢，他们击杀了伊朗的国安首长这一位拉里贾尼之后啊，以色列伊朗当然要换得这个非常强烈的报复。他们这个革命卫队呢，使用了搭载集束弹头的这2颗飞弹，一个是霍拉姆沙赫尔4型以及卡尔德飞弹，对以色列的这个特拉维夫进行了非常密集的轰炸，也造成了蛮多的死伤的。不过这一次以色列的铁穹系统跟美军的萨德系统呢，竟然都出现了一个拦截不了这样非常密集饱和攻击的状况。因为现在这样的战争形态，以及让伊朗摸索出一套我们叫做打篮球一个术语叫做 high low 配合，外线打到内线。那现在他们也用一个 high low 配合是什么呢？就是先派动一些便宜的无人机去消耗你这些飞弹，等到你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中间给你夹杂一颗这种高命中度的真正来造成杀伤力的打击飞弹。那这样的一个 high low 组合模式呢，已经瘫痪了美以的反导单元，而且这样破解的方式，现在在实战上，不管是之前我们看到俄乌战场，还是现在的中东战场，都非常有用。所以可见进入到这个21世纪，真的无人机的战术已经让战场的生态局势都不太一样了。未来的应用会不会越来越多？未来这些防空网碰到这样 high low 的组合，会不会变成形同虚设？我们先请厉将军跟大家分享。首先，这个萨德系统或者是这个爱国者3并不是完全说是100%这个密不透风，不可以这个突破的哈。事实上，去年6月战争，我相信伊朗从其中已经找到破解的方法哈。对，我先讲第一个破解方法，在2003年那次的波湾战争里面哈，美军有一个在伊拉克的基地被爱国者2号导弹哈，这不是更正哈，这个被飞毛腿飞弹击中哈。那时候爱国者2号并没有发动拦截，后来被波音公司去查为什么这颗导弹没有发射，后来发现原因是因为它的位置不对，电脑上面授时系统出了问题。那电脑雷达上面虽然说发现了目标，可是电脑上面认为这是昨天的这个昨天发射的飞毛腿，不是现在发射，所以说爱国者2号并没有去拦截，也因此这个改进以后。改进了爱国者3，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导弹系统拦截，尤其是这种远距离的导弹除了说是你要精准之外这个电脑配合还有授时系统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合理怀疑，伊朗从去年的这种6日战争里面，他是不是找到破解的方法？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我觉得伊朗这次他的采取的战术方面是非常成功的。我们一开始看到他击毁什么？第一个是铺路爪雷达，他先将你击毁了；第二个是萨德系统的雷达系统，他将你击毁了。也就是说，他将你防空导弹的眼睛先把你打瞎，打瞎之后你没办法先期预警到这个后续的发射的导弹，你没办法看到的话，那当然你就失去了预警时间你预警时间变成缩短，你原来比如说有5分钟的预警，现在来讲你只剩下1分钟预警，那当然你的拦截能力、计算能力当然就会差很多。那第三个我认为很重要一个就是他这个伊朗这次采取的是饱和攻击，可是它的导弹又是很珍贵的，所以它用这个无人机跟导弹夹杂在一起，让你没办法去判断，因为在雷达萤幕上面你看到的都是一个一个的光点你很难研判出来哪一个是导弹，这个杀伤力比较强的导弹，哪一个是杀伤力比较弱的这种无人机所以他利用这种方式这个以这个无人机掩护真实的导弹攻击，这是我觉得伊朗这是第3个策略。第4个策略，它就是导弹之前用的导弹，战争初期的时候，他用了一些这个比较老旧型号的导弹先将你的爱国者3跟萨德系统将你这个消耗掉了，等到你库存这个不足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礼拜开始，我们看到伊朗所发射的导弹都是先进型号的包括到固体的这种推进燃料像
像这个尼斯导弹，它是固体发射的，那之前发射的它是这个液态的贯通燃料，所以固态燃料它的变化机动性就比较大，你要拦截增加它以色列更大的这种拦截的困难度。好，同一时间啊，我们看到伊朗攻击奏效的背后呢，会不会是也有其他人的帮助？因为现在媒体的消息传出，俄罗斯疑似提供了卫星的情资，还有这个无人机的技术支援给伊朗。华尔街日报就直接点名哦，俄罗斯呢，因为他们已经俄乌战争打了非常多年了，累积非常庞大的实战数据跟经验模式，所以呢，就直接把有效的系统提供给伊朗，你就不用走一些弯路了嘛，直接有效，包含情报、包含战术跟系统整合输出。那如果这一场美国跟以色列共同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被拖到了中长期的话，那俄罗斯在背后撑腰伊朗，灌输他非常多有用的这些不用走前人走过的歪路，直接有效的模式，包含我们刚刚提到了高低的这样的一个战术配合，会不会时间一长，反而是伊朗越来越有利？委员的看法？正确的说法是，《华尔街日报》有时候说是中国帮忙，有时候说俄罗斯帮忙，但是有没有帮忙不知道。对，但是我们假设他们有帮忙，其实也不为过。但是帮忙到什么程度？如果只是一种战术啊、经验啊，或者是卫星导航啊、侦测情报的一个提供的话，对伊朗帮忙还是很有限。伊朗现在最缺什么？最缺钱。为什么？因为伊朗的革命卫队已经缺粮食跟缺弹药了，这一点已经是缺医药跟粮食，这已经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了哈。那一个部队如果缺粮食跟缺医药，能撑多久？都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们缺的量又非常的大，但是当然缺的不只是这个。那这里面俄罗斯提供这些什么打无人机的技术啦，或者什么这个突破反导的系统的一些技术啦哈，这个那要怪以色列跟怪中东国家啦。你没有去看看乌克兰怎么弄？乌克兰现在已经发展出一套，你不能说100%完美，大概全世界最便宜的拦截系统，一定的拦截系统。他们呢，把那种空对空的那种导弹哦，那个比较便宜，空对空的导弹改成地对空，然后来打什么？打俄罗斯的导弹，打俄罗斯导弹，真的太高空的时候，他们就用爱国者来打。是。那如果一般的话，巡弋导弹的东西都是用空对空的导弹来打，效果很明显、很显著。就像刚才丽江讲的，没有100%可以拦阻的，但是你在防守方面，这一套乌克兰的这个方法是有效的，证明是有效的。因为你随便来一个导弹都是上百万美元啊，再便宜也上百万美元啊。但是我一个空对空导弹几十万美元而言便宜嘛，可拦截得到。那第二个啦，就是说他用一种改装以后的这种什么豹式机炮，就是那个西德提供的那种豹式的机炮。提供了能够有效拦截无人机，这也是证实很有效。那再来呢，他们发展了拦截无人机，就是一种类似一种短程的无人机，但拦截无人机非常有效啊。所以最后呢，乌克兰用个最笨的方法，找狙击手都能够拦截无人机，真的，真的哈。而且，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事实上整个效能大幅的衰退。但相对的，这个乌克兰也不只有防守而已。你看到无人机不是把这俄罗斯的什么炼油厂都炸了吗？所以两方面无人机战争，谁怪你美国跟以色列没有看看人家经验是怎么学的哈？不过那一套倒是蛮适合台湾的，大家去学一下哈。所以对于这个伊朗他现在的问题就是害怕继续持续的大轰炸。但不管是美国、伊朗继续大轰炸，继续进行斩首行动，对伊朗当然是很伤。那现在只是你防御能力很差一下怕那个什么极速炸弹啊，一下怕那个哈。但是那个是有宣传效果，真的对削弱以色列的战力是有限。但是恐吓波斯湾国家是有效的，能源价格上涨。对俄罗斯是100%有利，所以俄罗斯可以在这方面累积很庞大的筹码，所以他表面上我没有援助伊朗，私底下塞好处给他，这很正常的。了解。
好，就像刚刚委员讲的哈，现在大家最怕碰到的利益就是石油跟天然气，因为你中东国家轰来轰去，这毕竟都是区域的战火。但是你一旦碰到能源，不好意思，全球的民众都要为此买单，这才是大家最痛的地方。现在以色列直接打击伊朗跟卡达共同有的南帕尔斯这个天然气就直接威胁到伊朗国内70%的天然气来源的一个银根了，同时也损害到卡达的利益。毫不意外呢，换来了卡达的震怒就说以色列你这个行为真的是非常危险，不负责任。那伊朗更扬言呢，要报复所有的这个波湾的油气设施。但是攻击公共能源这么大一件事情，美国总统川普他竟然说 I don't know， 他竟然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事前不知道，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究竟是川普在装蒜切割还是攻击伊朗的这个主轴？现在美国已经是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了。那赖教授，你觉得是川普究竟是在演戏，还是说以色列真的现在要绕过他了？我个人认为川普也不算在演戏，但是我觉得他的这样颠三倒四会让媒体不知道该怎么做新闻，因为在以色列攻打这个伊朗的能源设施的第一时间，对，美国那边就传出消息来，说川普知道，但是川普本来是不同意，但是后来同意了。然后，但是只跟以色列说仅此一次，那下不为例。然后后来华府那边也放出信息说这个美国为什么会同意？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样的话会向伊朗释放出一个明确的政治讯息，说不同意你封锁海峡，也就是说你封锁赫尔木兹海峡，那美国跟以色列未来将会好好的把你最大的油气田，全世界最大的油气田，而且也影响伊朗民生设施跟海外最严重的油气田，把你摧毁。所以等于是告诉你说，你如果再继续封锁，我们会这样做，但是呢，我们不会再打你的设施了，除非你不要封锁，也不要报复。这个是之前放出来的消息，很多媒体都报道了。对。结果现在又改口了，说事先不知情，而且卡达也不知道。那为什么会说把卡达谈进来呢？因为这个油气田是伊朗跟卡达合作的。对。也就是说，由于卡达在石油转型这个部分转向以油气田也就是以天然气作为它的一个经济的重要产业的时候，它转型成功，所以它的技术、它的开采的效率是比一般的石油公司还要成熟、还要好。那也就是它跟伊朗合作就在这块油田，那就在这块油田，当然对卡达来讲的话，你攻击伊朗油田等于是攻击我的油田，当然他第一时间就表达震怒、表达反对。可是伊朗不吃这一套，伊朗认为你们可能根本就是合谋，而且伊朗之前他也用油田的方法来牵制美国跟以色列的动作，也就是说，在出战的时候，伊朗就说，如果你打我的油田，我就打。因为我打不到你以色列嘛，对，我也打不到你美国嘛，可是我可以打你跟美国有关的石油公司的海湾国家的油田，那这个可以吧？那这个可以因为我伤到中东地区的国家的油，那就伤到你美国国家的石油公司的利益，也就影响到你美国的利益。第二个，我一打的时候，石油价格就往上涨，对，往上涨，那你美国的合理的价格，对你最有利的价格是60在80块，为什么60呢？因为页岩油是55块的成本，所以60页岩油才有利润空间可言。但是如果超过80的话，物价通货膨胀指数压力太大，对美国来讲不是一件好消息，对全世界不是好消息。所以对美国来讲，他希望控制在60在80，可是问题就是这一打一定突破100。对，这一打一突破100，然后目标上看150，伊朗看是200，那这个对于国际间的能源价格，对于美国的物价的上涨，对美联储的降息都是不利的。美国当然不同意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对川普来讲，他反反复复会放出一个什么讯息？这个讯息就很明确了，就是原来美以同盟是一个有问题的同盟，也就是以色列可以绕过美国，单独采取行动。如果按照川普第2次所讲的说法的话，那也就是谁是老子，谁是儿子嘛。川普是儿子，内塔尼亚胡是老子嘛？老子行动不用经过儿子同意，但是儿子行动要跟老子报备啊。那所以我觉得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是第2次讲的
就是老子跟父子是的关系了。是，所以媒体现在散发出这样的资讯，确实有点耐人寻味。我们继续问一下杨老师，怎么看以色列这一步是刻意要引爆全面的能源战争哦？要让它失控到一个扩大到一个不能控制的状况，然后迫使美国之后想拍拍屁股就走了一个退潮嘛？这2天《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了，它的标题就叫做“这是一个人的战争，不是川普，是内塔尼亚胡”。也就是从战争爆发的当下，其实美国的国务卿 Rubio 就亲口这么说。对，后来他这么否认。他怎么说？他说，因为以色列在发动攻击，而且认为伊朗可能会在下个礼拜用核武攻击以色列，所以我们必须要攻击伊朗，这是防卫性的先发制人。隔了1天，他马上改口，发觉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川普说你不能说是我们跟着以色列，哦，川普才是做决定的人，所以很清楚，基本上这个战争后来在美国拜登总统的国务卿克林顿也出来说，24年的时候啊，以色列也用了2次要引拜登政府来去打伊朗，分别是在叙利亚的伊朗大使馆被炸，还有呢在伊朗德黑兰的哈马斯领袖被炸，还记得吗？那这2次其实拜登都说不会介入而且他要求以色列不可以打，因为他们彼此有交换。就是跟伊朗之间相互的攻击，用无人机跟飞弹。后来美国去帮助以色列，但是没有打。结果呢，川普2次，去年打伊朗的核设施，你打核设施还说得过去吧？从美国的角度，从 MAGA 的角度，但是你这一次去整个攻击伊朗，就造成现在已经尾大不掉，而且难以脱身的这个战争。那不只是刚开始，我们看。当他的第2波的时候，当他去打那个拉尼贾尼的时候，不就是以色列看到很多这个川普的官员已经开始反对他，然后北约都不愿意去支持参战的时候呢，其实他又开始在做斩首，然后呢，他又开始在打能源设施，使得美国呢越来越深陷泥沼啊。不过大家现在相信川普有一天很快，希望他能够有这个有限理性能够知道这个战争不能再打下去，再打下去就变得可能另外一个越战或另外一个伊拉克战争，要赶快这个抽身。是。好，说到这个可能会演变成越战2.0，我们待会有更多精彩的讨论。我们继续要看美伊交锋，美军可能会派出地面部队要干大事吗？还有就是荷姆兹海峡怎么能够成为伊朗的一个温泉毡之一更多精辟的观点，我们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继续我们环球大战线的讨论我们都知道，美以联军对伊朗发动攻击以来呢，这个时间呢也是快3周的时间了。但是现在呢，感觉美国跟以色列有点越打越迷茫。怎么说？因为搞不清楚伊朗究竟的要害在哪里。率先斩首行动拔掉了哈米尼，结果整个神权体系，包含化整为零的这个区域的这些各自为战的这些高官，还有这些军阀们，都是持续在跟美国还有以色列来作战，感觉没有打到一个真正的核心要点。然后荷姆兹海峡被封锁呢，还导致整个全球的能源还有经贸成本飙高，这让川普的面子开始有点挂不住，也急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美国五角大厦下一步的计划竟然是有想要派出1000名的这个地面部队前往中东地区，3套剧本第一套就是呢，我就是针对荷姆兹海峡，我要去部署到伊朗这个海岸线，躲在这些山洞里面，这些人全部给它清除掉，确保荷姆兹海峡的安全通行，这样子全球的航运才可以恢复正常。第2个是我去动你的能源设施，石油输出的枢纽哈格岛，这是伊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命脉美国直接从这边去掐住你，去控制你的经济命脉。第3点就是跟我们去年看到的这个午夜打击一样当时是派了这个轰炸机去轰而已，这次我们要派兵深入破坏或是带走你伊朗可能或者是这个传说中的浓缩铀，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反正我们要派人去地毯式搜索，就是要彻底断绝你伊朗的这个核威慑的东西了。好，现在看到美国真的有可能要派兵深入吗？因为派兵进去跟只是派战斗机去轰炸，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层面。有可能像刚才我们来宾讲的，
会不会进入到越战2.0，是美国最不想看到的局面。然后另外呢，面对种种的说法，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外长他是说打了这么久，美国跟以色列你们究竟还是搞不太懂我们伊朗的运作模式派遣地面部队对于目前突破僵局或是达成美国的战略目标，这个可能性跟难度他实在是不敢恭维。他说：“你回想一下预战吧。”就提起了美国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我们请厉将军帮观众朋友分析一下，从军事的角度，我派轰炸机丢飞弹、丢无人机，跟我派美国大兵这些真枪实弹的进入到你这个伊朗的本土，本质上的差异有多巨大？首先美国跟以色列现在原来第一个所谓战略目标就是要推翻伊朗的这个神教政权这个建立一个亲美的政权，这个战略目标看起来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不太可能达到。那如果说派地面部队来看的话第一个我们从任务来分析，它可能就是我们这边讲的有3个任务。第一个它要这个占领荷姆兹海峡周边的地形要点，阻止伊朗的部队对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通过的油轮来实施攻击。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你的兵力是不够的，你2000的兵力想要在这几个要点占领阵地，我觉得是不容易的，所以不太可能能够达成任务。第二个来讲，他要夺取哈格岛，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为什么呢？你要夺取哈格岛，首先你要经过荷姆兹海峡。那一个2栖舰队，你要通过荷姆兹海峡，你现在油轮都过不了，你这个2栖舰队如果通过的话，我觉得刚好在通过海峡这个时间点刚好变成这个伊朗的攻击靶子第3个我们就双方的军力来看的话，现在这个美军来讲的话，它的军力来讲，它2000的部队对伊朗来讲的话，其实上兵力是严重不足的伊朗在这个地方经营了大概我相信最少有30年，因为他准备打这场仗，可能已经经营了30年，所以不管就战场的经营，还有兵力的部署，还有武器的存储来讲的话，一定远胜于美军的。但是美军来讲，如果说从现在才开始从日本出发这2天是说刚好经过新加坡了，但是这个劳师动众从那么远过来这个我觉得你的兵力来讲，对这个地方的地形也不是很熟悉。第3个，我们就后勤的持续战力来看的话，那伊朗在这个地方已经准备了很久，他不管存储的弹药或者是武器这个粮食来讲，应该都是非常足够的。但是反观美军，如果说你要攻岛，要这个不管是从海上登陆作战，或者从空中突袭作战那你可能这个能力来讲的话，你后续怎么对这些部队来做支援？尤其是说这个伊朗的地形是非常深远的，它幅员非常广大对于德黑兰有将近1000公里，这么广大一个国域来讲，如果说你只想动2000个部队，我觉得是到时候就变成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有去无回。好，也算是五角大厦呢，打算为了这个之后的劳师动众，要跟国会提出超过2000亿美元的预算，要继续死磕这一场战争。但是美国人民的纳税钱都被你拿去打造武器啦、打伊朗啦、保卫盟友啦，那美国国内的这些社会福利呢怎么办？马上就要期中选举了，要继续这样死磕吗？这个万一真的被拖延到越战2.0，杨老师，你觉得川普还能选吗？他现在最佳解方是怎么办？川普受限于他自己的有限理性，因为他认为他的决策是一个交易，是很理性，但事实上，所有的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大概都是有限理性。可是呢，他自己把他自己给捆绑在跟以色列之间太过于密切的这种利益的连结，所以才会被以色列被内塔尼亚胡牵着鼻子走。现在他要提出更多的钱，要可能增加库存，要可能准备要打赢这场仗。那刚才厉将军讲，这个地面部队2200名海军陆战队怎么去打这场仗？你就算要去占哈尔克岛，你就算可能要去占领部分荷姆兹海峡的岛屿或港口，或者是《纽约时报》昨天讲，可能要派去针对伊朗的核设施的浓缩铀做这个就是夺取，然后呢，川普才能够宣布他的胜利。可是任何一个这个动作都非常危险，而且基本上其实这2200名海军陆战队大概都不可能真的达成任务，而且会造成伊朗更严厉的反弹，使得整个海湾地区或整个这个战争呢会更加的扩大。你看到昨天当以色列跟美国去打伊朗的南帕尔斯岛
南帕尔斯附近的油气田设施的时候呢，伊朗马上就回击卡达的同样的这个油气田设施。这种以牙还牙，或者是这种相互报复，它就让你维持一个叫做相互保证毁灭。这不是冷战时期的美苏的核武相互保证毁灭，而是用海湾地区的油跟气来去跟你做相互保证毁灭。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荷姆斯海峡已经不重要，因为根本油都出不去了。所以，因此在这样的程度下，美国真的要派地面部队呢？我觉得不会啦。我们现在其实国际上大概论知道了，川普一定有一天他会宣布胜利，他可能说我毁灭掉核设施，我整个毁灭掉伊朗海军，以及我断了伊朗跟所有区域这些支持伊朗的民兵组织的这个资金链，只要他做到这3个，大概他可以宣布，或者只要其中一个，他就宣布他大概会取得胜利。我们现在大概预期他可能会这么做，可是呢，另外不担心的是，以色列可能会继续拖他下水，所以现在还是取决于川普个人的有限理性。好，川普总统现在寻求一个下台的机会，但是以色列这一个盟友有想要把这个老大哥给放走吗？还是要继续把2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我就是要跟伊朗死磕到底哦。我们看到以色列持续在发动这个斩首行动哦，之前除掉最高领袖哈米尼还不够，陆续呢又击毙了伊朗的国安首长这个拉里贾尼，还有情报部长卡蒂博等人。但你想想就连被当成神一样供奉的最高领袖哈米尼都被清除之后，你都不能完全打趴伊朗的全体意志了。你再杀掉这些军方的高层也好，这些情资的人员也好，有多大的帮助呢？我们感觉现在擒贼先擒王的这种做法对于伊朗现在化整为零、各自为战的这个战略策略已经没什么作用了。所以原本以为哈米尼一死，然后呢，美以可以扶植一个亲美的新政权，好，我们中东打了一场漂亮仗，结束。但现在没有，高层越杀越多，效果却一直在递减。我想问一下这个赖教授，为什么杀了这么多人，神权政府感觉没有什么动摇？有几个因素啊，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的斩首行动，这个行动本身是成功的，但是它产生的政治效果是有限的啊。他当然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震慑对方让以色列的伊朗的领导阶层没有人敢接都害怕了，最后这个意志屈服了啊。另外一个部分就提供给他的民众来去推翻他们的政权，他原本的设定的目标是这样。可是问题就在于说，《纽约时报》的评估，他认为想推翻政权的伊朗人就有几百万人，可是伊朗有9200多万人了。几百万人想推翻这个政权，那就是少数，而且是绝对的少数。换言之，也就是说，多数的伊朗人不喜欢他们的政府，但是还没有到要把他们推翻的地步。就好像多数的美国人不喜欢他们的现在特朗普的政府，对，可是还没有到要把它推翻的这个强度嘛。那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同等，你就可以理解了。就是说，我不喜欢伊朗政府，但是我们也要把它推翻。同样的，我不喜欢川普政府，可我没有要把它推翻，而不喜欢的是高达60%以上哦，支持川普的现在只剩下2-3成哦。那你想想看，在伊朗里面的话，人数更少了。好，所以没有到这么大的一个强度的情形下，以色列所设想的已经建构不起来了。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就是伊朗只要他的这个统治力用低强度就能够完全掌控了。所谓的低强度，就是说你高强度的军队掌握在这个中央手中嘛，然后再来有革命卫队作为他的铁卫军，所以17万左右的革命卫队，60万左右的正规军，它就形成了它的一股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再加上这个治安部队，就是警察部队，然后还有地方的警察跟宗教人士，它所形成的这种低强度的这种统治力，只要维持低强度，它就能够控制这个社会。当然就达不成这个以色列所想要的目的。以色列到现在还看不清楚，是内塔尼亚胡他自己知道，他是为了保自己，而不是真的他可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是。好，现在以色列持续在斩首行动的动作上持续的在做，但我们刚刚3位来宾都陆续分享，效果已经在递减，已经在有限了。美国难道不知道吗？川普难道不知道吗？为什么他能够容许现在纳塔雅胡持续在中东感觉换成他在主导的部分？
委员你怎么看？不完全是以色列纳坦雅胡在主导啦，因为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你很难说谁是谁啦。因为他们两个刚开始的见类欣喜，对，他说伊朗大规模抗议，然后这个哈米尼杀了1万或者3万人啊，这个残暴政权，我同意这是残暴政权，但是残暴政权不表示有人就有能力出来推翻他，然后他可能找了国防军几个军头，就说我们如果把革命卫队头哈米尼干掉的话，你们可以来接管政府，就弄完了以后。国防军退缩了，不敢接管政府。如果国防军接管政府，今天的川普一定是世界明星，哇，这拽得不得了。可是伊朗国防军不敢接管政府的时候，这个时候川普就一定会灰头土脸啊！那以色列现在他反正就是我已经上了梁山了，不如干一票干到底那种心态哦。是，那你用斩首行动能不能逼伊朗投降？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你真主党几乎被斩光了。但是真主党投降嘛？没有。那你斩真主党只是把真主党削弱，那没有能力反抗你，但是不表示他就彻底被打垮了，从消失了。因为你不像那个什么，不像那个加萨走廊，你直接派军队挨家挨户去弄，没有办法的哈。那就在伊朗来讲，规模更大。那你要伊朗逼得这个国防军不得不出来接管政权，只有一招，就是什么？不断的轰炸。可是你要轰炸像利比亚轰炸272天，你美国做不到啊。就是说轰炸到了其他的军队出来推翻这个格达费一样的模式，但是以这个川普现在的实力，要轰炸个300天都有困难，不要50天都有困难了哈。那这个算不算逼美国陷入中东长期战争啊？基本上在赌一件事情，就是伊朗的资源什么时候用尽。所以他们讲说，你来打越战2.0。问题是越战后面有2个老大哥啊，一个叫中国，一个叫苏联，整天给钱给物资，他当然能够打个20年嘛。你现在伊朗谁给你钱？这个摆在眼前的问题是柴油盐米酱醋茶。我在讲过，军队现在缺医药、缺粮食，缺得很严重了。所以你而且是革命卫队然后再加上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就是说革命卫队有最好的医院、最好的设备，可是国防军不能去用，中间的嫌隙都很复杂了，所以。不会有长期战争但是看谁打到精疲力尽，谁先喊停，但是只会一种非正式停火，不会有什么投降的一个约定都不会有。好，我们就看看这场战争会持续消耗到什么时候。但待会我们还要继续讨论，现在伊朗最大的底气，它可以拉着全球人民一起来买单的，就是荷姆兹海峡，成为伊朗不对称作战的天然屏障。还有美国情报讲了非常多年的这个两岸情势说解放军2027年可能攻台的这个戴维森窗口，怎么现在说变就变了呢？是台海是真的在降温了吗？还是说现在美国深入到中东里面分身乏术而找的话术跟借口？我们待会回来告诉你。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第3部分的环球大战线呢，我们要告诉观众朋友，过去呢，美国靠着它的拳头够大以及在1战、2战吃到的红利呢，在海洋经贸霸权上建立了一套它的这个所谓的美元安全协定，让全世界都愿意乖乖付保护费。但是这一场跟以色列一起攻打伊朗的决策呢，感觉有一点算错算盘了。因为让荷姆兹海峡呢，如今成为了这个全世界的痛点。明明是你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神权政治发动的预防性打击却要拉着全世界一起为石油能源、航运成本买单。好，那川普商人想法嘛，我花这么多钱不合算，我要召集盟友，现在一起，你欧盟出一点，法国、日本都来出一点，大家成立一个护航舰队，我们一起来这个为所有的船舰来保航，这样全球的通膨就不会失控，油价就不会失控。不好意思，现在欧洲人马克宏说，我拒绝护航，我们要吃你这一套。就连前段时间跟川普表现非常好，也宛如一是川普小妹的高市早苗也说这是日本不能做的红线高市早苗也把红线讲出来，所以美国这些盟友都不接你这个球，你川普
跟纳坦雅胡自己发动战争，你们就自己去把这个天价的账单给吃下来吧。感觉现在是这样，而且这不是这些领袖简单的意见分歧哦，这是盟友们已经集体意识到，美国搞出的烂摊子，以色列搞出的烂摊子，我凭什么要帮全世界来哀悼？我凭什么要挡在你前面来帮你挡这个护航舰队的子弹？大家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所以现在川普总统有点孤掌难鸣，有点下不了台，背后的代价计算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杨老师。我们首先要了解哦，在国际关系上面，国家为什么要跟别的国家去组成联盟，也就是军事联盟？那其实也就是把本身的实力跟对方的这个实力做连结，那寻求自己本身的安全的保障，或者是经济利益的保障、国家利益的保障，所以它是一个安全联盟。但安全联盟并不是送死联盟啊！如果因为联盟你要我去送死，那当然就不可能考虑这样子的情况。在川普他发文要求点名包含中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要来做所谓的赫姆兹联盟，来去做护航舰队的时候，他底下另外一句话就是说，我会持续的对伊朗的海岸线以及伊朗的军队和飞机跟船做轰炸。那换言之，你要各国来做护航的时候，你在各国的船舰上面还在继续跟伊朗在交战，这怎么可能？船舰的护航一定是相对的这个冷静，或者是这个战争停息了，你才可能会需要有这种护航的可能性。而且对方可能你像在亚丁湾或者是在红海，对方的实力可能不足以挑战你的安全，不管是护航的舰队还是真的通过的这些油轮货轮。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大家去送死，在你自己的推文当中就这样写，那基本上这已经不是说这个正确与否、合法与否，基本上这是送死联盟。那大家怎么会去参加这个东西呢？但是不要误会哈，它并不代表美国跟这些国家的联盟关系从此就被这个消减，或者是说削弱，甚至完全会不存在，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单一事件。那可是呢，如果川普一而再、再而三的开始对联盟的成员产生就是制裁的时候啊，那这个联盟它的紧密度啊，可能就会受到挑战。是。好，有句话这么说哦，有关系就没关系哦。我们不只用在这个求职，还有这个职场里面哦，其实在地缘政治同样如此。因为就在多数船只面对荷姆兹海峡被封锁的时候，他们只能自己摸摸鼻子，然后呢落个好望角，多花1万公里的油的同时哦，却有人差别待遇哦，因为有几艘跟伊朗关系友好国家的船只呢被放行通过那并且 CNN 就引述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指出呢，德黑兰现在正与8个非中东的国家磋商，计划呢以人民币来结算石油贸易确保船只的安全通行。这张牌一打出来可能代表着全球20%的原油命脉是跟人民币挂钩的，这个背后牵扯的关系就很大哦。好，这样的想法是为了躲避美国欧美制裁的权宜之计，还是说看准你美国现在这个石油美元最脆弱的时刻，来发动一场去美元的金融闪电战？有这样的考量吗？我也，伊朗这种考量是不切实际，也不会成功。现在美元大涨，就是为什么？所以怎么你每一个会被大涨，怎么会去？因为那跟俄乌战争不一样。俄乌战争它一开打的时候，我就判断说通货会膨胀，然后这个美元会下跌，然后黄金会上涨。那原因在哪里？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石油，是没有涉及到石油短缺的问题。那你像伊朗想要单凭说，哎呀，你有8个国家，然后你用人民币来我让你放行，你说美国会让它通过吗？美国会在那边不管这个事吗？那是不可能的事。你不能把美国想象成善类，美国比谁都邪恶，招数多得不得了。你这样想太单纯了啦哈。现在不但去美元化不会成功，美元还会继续在独霸。现在全世界的货币除了人民币还维持稳定以外，其他货币都对美元跌啊，而且是跌得一塌糊涂。日币自己跌得一塌糊涂啊，所以高市长嘛讲什么都没用啊。最好笑的就是他，为什么？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的什么事啊？结果你不敢派兵去打伊朗，你敢派兵打解放军？那这个人显得有病语啊，吹牛皮而已嘛，这一下子就被露出底。那你真的不敢，你还能去美元化？不可能的事情嘛！现在大家发现说，要买石油还是要靠美元，然后你说中东国家你这全面收人民币，问题是人民币它的在中东国家的银行数不多啊，你怎么去处理这些庞大的交易呢？它本身都有混叠。不过在伊朗只是放完消息了哈，因为你要知道，美国现在是有能力阻止油轮，尤其伊朗的油轮离开
荷姆斯海峡，他只是不做，他不是做不到。你说他会不会做？你敢保证他不会做吗？你说好人比较闹通党，不用美元不准出去，那你不是卡住了吗？是对，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心理战的争。在讲所谓石油美元最的时候，我看很多人谈石油美元，他们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石油美元。石油美元有个特色，就是一定要美国用美元去跟阿拉伯国家买，阿拉伯国家收到了美元，那不能再叫石油美元。对，其他国家用美元去买的那一部分不叫石油美元。那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资本市场同意阿拉伯国家拿到美元，可以回来到美国做各式各样没有限制的投资。但是大部分的国家，如果石油国家拿美元的话，去中国投资受限的，去欧洲投资也受限了。所以这种没有受限，而且在美国市场上保证通行无虞的美元，才叫石油美元。那它的经济效果跟其他效果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特别跟大家解释。那你说20%的原油，美国的计划一定是这样的啊，它的策略，它的模式如云啊，让它涨到150，看你们大家要不要参加来打仗啊，不然就继续涨上去嘛。那你如果今天涨了1桶200块，请问你日本要不要派兵过来打？他用这种方式逼你嘛。是，好，委员帮我们分析了这个过往石油跟美元高度绑定、高度结算的这个关系是很难被破解的。但是我们要继续请教赖老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开始放话？我们说有可能是混淆视听特别端出了人民币这个角色。我们说好，如果不用美元的话，土耳其的里拉或者是欧元也都是选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端出了人民币？这样的背后的策略考量跟有什么关系？这个跟伊朗跟欧洲的国家的贸易几乎都断了嘛，当然不是零了，但是已经下降了很多。这个跟美国的制裁有关。对，所以欧元的使用这个部分里面被限制住了。那里拉这种地区性的货币这个基本上来讲不太能够用。是。那日本也是因为跟随着美国走这种国际货币还有英镑也是。所以对于伊朗来说，它目前来讲唯一能使用的货币，那当然就是人民币了。人民币对他来讲是最好用的一种货币，所以我想他要人民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就一本账来讲，刚刚蔡委员讲的是很有道理的。例如说，我们以去年来看，2025年，我们的进口跟出口大概都在24兆美元左右，就是说我们出口量大概是24兆买卖，进口也大概24兆多一点点。可是您知道，在石油这个部分的交易，也不过就是3兆不到2兆多美元。那您看看，那是1亿桶了。那当然，我们以80块美元做计算来看的话，那也不过就是不到3兆美元。所以它在整个总货物的贸易中，石油的贸易大概3兆嘛。那你想，如果说赫尔木兹海峡就是2000万桶，一天就是16亿美元，一年下来那也不过就是5000多亿美元。5000多亿美元也不会每个国家都听你的。好，那在这个情形下的话，你想想看，折算到最后一天的交易额，从1年的交易额能够用人民币才多少钱？所以这个不会影响到人民币说它马上急速的这个国际化马上占世界份额有多少？这是我想这是客观的现实。第二个，您认为封锁会长达1年吗？还是半年呢？这个也可能1个月就结束了。现在已经在谈8国护航联盟了，都已经8国的安全联盟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部分里面，对伊朗来讲，他要的其实是一种心理、一种政治态度而已，而不会产生实质上的效果。了解。好，除了端出这个用人民币结算的说法之外呢，可能是烟雾弹。但是伊朗现在最大的武器还是对于荷姆兹海峡的一个主控权，而且他玩的一种非常极致的不对称战术，让这个海峡呢变成了他这个私家的收费站。大家都读过这个《隋唐演义》吧？里面有那句很著名的“想要过此路，留下买路财”。现在伊朗就在跟你玩这一招，利用这个斜海峡以令世界的模式收取过路费。哇，观众朋友，这简直是一个无本生意啊！而且也给了全球一个很好的示范什么示范？就是呢，过去大家想到美军，哇，就是非常的强大，非常的这个壮大，大家都不敢惹他，你拳头大，大家都要让着你。但是伊朗这一次证明了，要抗衡美军，不管我们这场战争要打多久，但是伊朗证实一件事情，并不是那么不可能的。而且不管你美军有多少的先进武器装备伊朗
它只要一个天然的地形优势跟定制游戏规则的魄力，就是现在我控制荷姆兹海峡，你不管要美元还是要用人民币什么，我不管，反正现在规则是我制定的，因为我把控了这个交通要道，就能把这场仗继续打下去。这个在战术里面跟兵家的一些推演里面，将军你怎么解释？孙子兵法里面哈，第一篇《史记》篇就讲了一句话，这个未战而妙算胜者多哈，这个妙算胜者如果不胜的话，则得算少也啊，何况无算乎？什么叫做妙算？这个以现在的名词来讲，就叫做兵棋推演。那我们看到美军每次在这边CSIS 每次兵推好几套的剧本。那试问一下，美国这次去攻打伊朗，他有没有做过相关的兵棋推演？我认为没有。那兵棋推演最重要的要推演出几样东西：第一个，开战指导；第二个，整个全程作战构想哈。这个应付各种状况啊，状况1、状况2、状况3，你用什么这个要如何来做处置？最后你要有一个终战指导。我觉得妙算所谓的开作战会议，主要是要寻求这3个的一个共识哈。当然，《孙子兵法》讲得很清楚，就是你就算是在兵役推演过程之中啊，你得到一个万全方案，你都不见得能够打胜仗，只是说胜率比较高而已哈。那这次川普去攻打伊朗，我认为是完全没有经过任何一个兵役推演或者作战计划。难道连我们都看得出来荷姆兹海峡的重要性？那你美军你不晓得吗？你战前有没有任何对防荷姆兹海峡的这种这个确保它畅通的计划？完全没有，所以他就贸然就开战哈。第二个，我们看美军从开战到现在为止，他是边打边修正。刚开始他认为用一艘航母战斗群就可以威慑伊朗，就后来发现一艘航母不够，再加派一艘福特号来，加派一艘福特来不够，好，认为要地面部队。刚开始说库德族说我们不参加哈，然后完了以后美军是82空降师，然后紧接着是现在的31这个快反部队要过去。所以你整个全程看下来，我觉得美军这次的打仗真的是应了一句话也是孙子兵法讲的话，叫做这个将不可运而兴师，就是川普是完全个人凭一时的喜怒，他就去打了这场仗。但是整个五角大厦到现在为止没有相关的因应措施。但是我特别要讲一句很遗憾的一件事情，美军不是没有能打仗的将领，但是美军这些能打仗的将领都被赫格塞斯干掉了。那时候他为了说你们太棒了，就把他们干掉了。所以现在美军来讲的话，真的能够这个提出箴言的这些将领已经不多了。是。好，谢谢厉将军结合《孙子兵法》这个中国人的古智慧来分析现在这个美军尴尬的局势。好，下一段节目呢，我们就要把目光从荷姆兹海峡拉回到台湾海峡，我们要探讨两岸局势。解放军2027年攻台的可能性现在正在大幅下降吗？为什么？我们待会告诉你。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回到最后的节目讨论呢，在开始之前，我先说一句话，相信呢，这个不管是电视机的观众朋友，还是我们在场所有人都不希望同文同种的两岸人民呢要走到兵戎相见的这一刻。但是我们的讨论马上要开始讲台湾海峡的这个状况，因为正当中东战火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呢，华府现在对台海的情势反而是贴上了一个降温的标签。那过去几年呢，我们都从过很多媒体新闻报道，每天都在讲这个危机感、亡国论这种感觉。但是现在美国的军政高层不断炒作的关键时间点，2027年的戴维森窗口被塑造成中国大陆最有可能对台动武的最后时刻。结果现在美国的情报单位呢，突然就改口了，他们怎么说？说没有证据显示中国要在计划2027年攻台，或者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时机表。哇，这就很有趣了，因为之前讲了这么多的战术恐吓、战略恐吓，因为有这个国防自主了，你们大家要多买武器啊，结果现在讲没有了耶，可能没有那么紧迫了耶。好，那所以这个强化亚太军事的这个叙事被美国的情报单位自己给推翻了，推翻自己的说法。之前讲了这么多的漂亮话，讲了这么多年要买武器，难道都是为了卖武器的一个话术吗？现在美军深陷在中东，你吹不出来了，一旦分身乏术了，就说你台海那边暂时安全了，那这个武器晚点交也没关系，还可以这样委员，你觉得？
要不要攻打台湾，对北京来讲是一个很复杂的决策。也不完全说因为同文同种就不打，因为国共内战的同文同种啊，再加上台湾有相当高的比例的不认为是同文同种啊，所以这个不能够成立。第二个，大家一直说认为2027啊，因为美军有战力窗口，对啊，然后中国大陆是战力饱满，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它会借这个武力的机会来攻打台湾。是啊，单纯从武力的这种优势来讲，中国大陆是有能力攻打台湾，那不表示它就会攻打台湾，因为它还考虑啊内部政治、外部政治、经济等等的因素在这里面，所以攻打台湾对北京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议题。好，这是为什么？过去很多人都说，哎，哪一年会攻打台湾？我始终说一口咬定不会，就这个道理，因为我看不到它有什么重大政策跟规划的转变啊。包括这个最近这个开那个会，所以比较清楚，就是他没有明确时间表，这个是可以达成这个结论啊。那现在就是说因为没有明确时间表，美国没有防御弹药，美国没有防御弹药是真的啊，不够，但是它攻击弹药还是很丰沛啊。那美军有多线战略压力，因为在台湾海峡打仗对美军有一个战线上的不利嘛，太长了，而且它能够动员的军力有限嘛。那你不断的去放说中国2027会打台湾我同意一点，中国的因为军队整数，它战力会下降，但是下降没有到了无法攻打的地步，这两码子事啊。所以中国如果要打台湾，当然有他自己军事上的压力了，但是美国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自己要考量的政治跟经济的代价、风险在里面嘛所以这个问题现在不确定状，但是中国的内部政治压力会越来越大。第一个压力就是说，习近平的继承人是谁，会变成内部讨论的话题。那这个东西会牵连到台湾问题，谁能解决台湾问题，谁比较有希望来接班。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会考虑到自己的历史地位，他已经当这么久的国家主席了，可是他有没有什么丰功伟业可以在记录史册？除了台湾以外，他没有。那如果大家任期内台湾没有拿回来，他以后可能在这一点上会被做很多的讨论。那第三个的压力当然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就是说中国大陆对台湾领土主权的法律要求依据是什么？就是波茨坦公告。那波茨坦公告在1945年提出来的时候，到今天已经剩下20年不到。那如果超过100年以上，就会有人提出个主张，就是说你100年不行使无效，就像香港的租赁期间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中国剩下的空间不到20年，那以后变成台独分子或者美国可以提出来，你这100年没有行使这台湾有独立的条件那你中国就是变成这个这责任是谁要负担？当然会变成习近平要负担。所以习近平或北京如果想到这一点，他会有很大的压力。那如果和平统一不可行，他会不会急着要来用武力统一这个可能性是有，但是还有将近20年的时间，大家不要急。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间的话，还有23年的时间。所以23年是一个才真正的戴维斯窗口。好，戴维斯窗口，刚刚委员帮我们一批精辟的分析，认为时间还长，再让子弹飞一回。但是现在美方呢有2套剧本的盛传说法，一是智库认为，因为这一阵子大家都知道中国军方遭到了非常大的整肃，所以军心动荡，势必影响到战力下降。第2套说法是美军自身已经撑不住了，认为现在中东战场的优先度已经远超亚太了，所以赶紧抛出2027年不会攻台的这个风向球，这样子军售的交货延宕就有一个绝佳的借口，名正言顺的台阶可以下。想问一下李将军，根据我们过往的这个军售经验，可以被对方这样因为种种你自己的理由而延宕我们的军售吗？我们先解释戴维森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讲这句话在什么样状况之下讲的这句话他那时候是印太司令，在2021年的时候，他讲说6年之后这个解放军会武力攻台。那你那时候是印太司令，你说6年之后会解放军会武力攻台，很明显的，我认为戴维森当初讲这个话，只是为了争取国防预算只是为了在国会里面将他的印太司令部争取更多的预算。那现在这一任司令叫做帕帕罗他讲了什么话呢？他说要将台海打造成一个无人机的地狱景象。我认为他讲这句话也纯粹就是帮军火商在清库存，卖无人机在乌克兰战场上面这个库存用不掉的不好用的无人机叫我们台湾来买。所以大家不要把美国的这些军人讲的话很认真去研究。我认为两岸之间
到底要和要武是政治的问题，而不是军事的问题。如果说很单纯军事问题，倒好解决。但是我认为是两岸之间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那尤其是现在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当然，第一个就是时间快到了，它不可能兑现嘛。2027年就是明年，今年已经2026。那我觉得第二个原因是美国自己这时候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以前吹牛他说他可以同时应付2场战争，但是这次的攻打伊拉克就看得出来，他应付1场战争都应付不过来，甚至于将亚洲地区，包括这个韩国的这种爱国者3萨德系统的导弹，甚至于驻防在日本的第31快反部队都要调到中东去，在这种状况下。这个他怎么有能力去吓阻来协防我们台湾呢？所以我觉得他讲这话跟现在这次的中东战争的的情势这个时间点也有密切的关系。了解。好，可以看到2场大的消耗战确实是美军现在吃不消的一个局面，光是打1场中东就已经非常消耗，要人要钱要武器了。所以这时候呢，用文攻是最便宜最省成本的方式。所以此刻抛出中国大陆无意在2027年攻台。杨老师觉得美军背后的这个策略考量是什么？戴维森那个时候讲2027年，他其实是说，以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发展速度，在2027年具有能力攻台。但后来这个就变成一个2027年戴维森窗口，也就是2027年会攻台。这2个概念其实真的差别很远有点被偷换概念了吗？对，那这个时候当然。美国的情报单位就在回答后面的问题了，因为后面的问题比较关键嘛，那就是说那个时间点会出现两岸战争，那美国的这些决策者就要问美国情报单位，你认为会不会？他现在告诉你一些他们评估的这个观点是认为2027年应该不会。那我从4个层面很快的，我觉得2027年大概也不会。第一点，2027年是习近平要可能担任第4任。的这种个政党的转换的时间点。第二个，2027年也是中国大陆它内部的经济，不管是房地产还是消费，可能要开始由低谷往上走的一个时间点。第三个，2027年也基本上是川普的最后的1-2年。那川普一直会要做到2029年初。那也就进入到2028年才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通常美国的总统大选年不会对外采取任何的军事的这个行动。第3点，最后一点，第4点，我觉得2027年也碰到一个关键，就是在2028年的时候呢，台湾要进行总统大选。对，所以这4个因素，2个中国大陆内部因素，一个是权力移转，一个是经济，另外一个是美国的选举，第4个是台湾的选举，所以我觉得应该从这个几个角度来看，2027年发生两岸战争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如我们当初想象这么高。好，这个戴维森窗口还有美军的情报呢，我们先摆一边，我们来看一下中国解放军本身内部的问题。这阵子，中国军方内部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贪腐风暴，大家每天都有陆续这种消息又出来，哪一个高官又落马了？因为有多名的军工体系的高官。陆续被整肃，这都是事实。好，那就连这位歼20之父的杨伟呢，他是这个总战机的总设计师他都被波及了，现在遭到中科院撤资了这个简历所以中共我们陆续看到，不管在核能、在航天、在航空、在船舰、兵器、电子全领域，高层几乎时不时就有一些丑闻传出。而且2026年的时候，当委内瑞拉到现在的伊朗战场，中国一些军武呢就被放在了显微镜下解释。因为有些人就说，为什么美国可以深入到委内瑞拉抓人，还有一些这个帮助伊朗防卫第一波攻击的这些 Made in China 的飞弹，怎么都不管用了？好，被放在实战上检视了。所以赖教授认为，这波整肃跟武器性能还有这个军售的声誉有关，还是说中共老传统的人事斗争又上演了？我觉得那个都是过度解读，而且都太不了解中国大陆了。我在台湾也好，在海外也好，我看到绝大部分人都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因为从2013年习近平上来以来，就开始要建立一个干净的一个政治，那也就是肃贪反腐。这已经，而且他的坚定的意志就是要把它制度化、常态化。那他的一句话就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面嘛，这个话就很简单了，也就是说。
查到哪里，证据到哪里，办到哪里，官多大都照办，没有官大的官小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从13年一直走到今天26年了，还在讲权力斗争，这简直是睁眼说瞎话，不了解中国大陆。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忘了歼20它的总设计师，他前身设计的是歼17，歼17在巴基斯坦跟印度的战争里面打得多漂亮。